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款新款散热器，就是来自 VK 华尔街理性推出的 ALL25集合了高性能、低价格以及带屏幕的3大要素。我怎么感觉这句话如此之熟悉？没错，我在之前评测同样来自 VK 的 V360也说过相同的话。因此，这一次的 AL125本身的定位思路和 V360水冷是有点类似的，就是主打用低价格即可获得高性能散热体验的同时，还能够获得自定义屏幕显示的外观。而对于这一次 VK AL125的体验总结，我会说对这一款散热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放心购买，它确实是目前值得考虑选择的一款风冷散热器。当然，主要也是结合它的售价所给出的结论。虽然 AL125的确是没什么明显的短板，但仍然还有一些进步的空间。那我希望它在哪一些地方能够做出进步呢？本期节目将会一一和各位分享。这一次的 VK AL125算得上是 VK 首款主打性价比的一款风冷散热器，也因为如此，一直以来强调包装设计体验的 VK 华尔街里，对这款 AL125的包装采用了极简化的思路，主打一个能省下的都给你省下，但该给的一概都不会给你落下。就是在包装上只给了你够用的等级，但配件的部分只要是用户需要的配件，给的都是和旗舰级 V360水冷是完全一致的比如全金属的主板背板扣具，以及采用安装体验更好的螺柱与金属螺帽设计，都原封不动照样给满并没有因为是入门款式的产品而改为塑料背板或是塑料的固定柱子，并且也给了多一套风扇扣具，以便日后有加装风扇的需要。这些思路我觉得都是完全正确的，我能接受，因为售价和定位，从而需要在一些地方降低成本。但降低的成本如果会明显影响用户体验，那或许就不是一件非常正确的决定。AL125塔体本身是主流的单塔设计，散热器的高度为155毫米，采用48片鳍片的穿片工艺，热管数量为4跟6毫米。底座采用热管直触的设计，原本以为用上了4热管以及热管直触设计会导致它的散热性能上限不会太高，但 VK 给这一款 AL125标注了230瓦的热解能力，而它的具体散热能力在稍后进行散热性能测试分享后就会一目了然。AL125的塔体上方有着一块塑料顶盖，顶盖中间则是搭载了一块1.6寸的 LCD 屏幕，屏幕本身的分辨率为240×240，而这块屏幕也是 AL125其他同规格散热器最为特殊的差异。同样搭配使用自家的 MISCOOL 软件，能够打造自定义多样化的屏幕显示玩法。至于软件使用体验的部分，我这里就不做过多介绍了。再次搭配的风扇是和 V360水冷同款的 V12 ARGB 风扇，采用标准的12025和9片散热的规格，接口也是目前主流的6并菊花链转接接口，并非因为标配单把风扇而改为传统的 PWM 以5伏3针单独接口的设计。这样在日后如果打算在散热器后方加装多一把风扇，也能够获得非常不错的风扇串联体验，这点好评。但这款标配在 AL125上的 V12 风扇与 V360水冷上的那把还是有点差异的。V360里的 V12 风扇最大转速为2400 RPM， 而 AL125的 V12 风扇则是最大2150 RPM， 估计是因为单塔的 AL125不需要那么高的转速就可满足，加上为了有更好的性噪比，所以专门调整至2150 RPM， 所以这一点改进我觉得还算是可以接受。那么和各位介绍完 VK AL125的外观与配置，接下来就是要进行散热性能实测了。在我听说它的热解能力在230瓦的时候，我这次就将测试定为 i7-13700K， 并且为了符合这款散热器定位的用户族群，采用的机箱和主板都是 MATS 规格的，都是搭配的机箱风扇也是以静音体验著称的 Arctic P12。散热测试平台的配置列表我这里也放出来给各位做参考。然后就是测试对比的散热器型号了。在得知 AL125有着230瓦的热解能力后，我也准备了几款直面规格比它明显更高的款式来一同对比，分别是利民 VA120、猫头鹰 U12S、九州风神 AK500S Digital、库里奥 P50i Pro， 还有超频三新推出不久的 RV400V2。其中除了 RV400V2 与 AL125同为4热管直触设计以外，其他4款散热器的规格都比它们俩明显更好。其中利民的 VA120更是6热管镀镍回流焊铜底设计，因此理论上它的散热性能表现应该是更好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规格明显低至少2档的 AL125， 在原厂风扇满速场景下，比起超规格的利民 VA120 低了3度。
这个成绩有点不可思议了。但不仅仅是 AL125，同为4热管之处的超频萨 RV400V2 也比 VA120 低了1度。但让我比较诧异的是库里奥的 P50i Pro 明明是乳热管的设计，但散热性能却是垫底的，而且相比起 AL125差了整整11度。考虑到各款散热器本身的风扇最大转速大有不同，导致它们的实际整机噪音也有明显的不同。当中噪音最低的是猫头鹰的 U12S， 因此第二项测试就是将其他5款散热器的风扇转速调整至与猫头鹰 U12S 相同的整机 42.5 噪音分贝。最终6款散热器的风扇在调整至整机 42.5 分贝噪音后的转速如下。接着再以这一个相同噪音水平进行多轮测试，此时 AL125 即便是风扇转速拉低了不少，依然略胜 VA120 与 AK500 SDG 的各1度，以平均91度的成绩排在榜首。但可以看见，在统一了风扇噪音系数后，基本上各款风冷之间的性能差异都不会过于明显除了垫底的 P50i Pro， 这个成绩估计就是塔体本身比较弱了。而猫头鹰 U12S 虽然也有整整3度的落后，但我觉得是被 X12 风扇给拖累了。同样的，我也觉得另面的 VA120 也是被自家的标配风扇给拖累。因此，最后一项测试就是将风扇统一更换成丛林豹的 PE-LCP 性能风扇，来看看各款散热器塔体的实际散热表现。而最终的测试结果 ，AL125、VA120 和 U12S 以相同的85度排在第一。AK500 SDG 的和 RV400V2 则是个别落后1度和2度，还是可以接受的水平。只有 P50i Pro 落后了整整10度。这个到底是体制问题还是设计本身有问题，就无从得知了。不过从这里的成绩可以看到，采用更多热管又是镀镍铜底的 VA120 和 U12S 本身的塔体散热性能确实还是不赖的，只是搭配的风扇本身的性能不济导致最终的整体性能表现不够出色。但 AL125 本身的塔体还是凭借着只用4热管之处的设计，其性能就能和 VA120 以及 U12S 平起平坐，加上标配的风扇性能更佳，综合性能表现也就更为出色了。至于 VK 是如何做到这样的，我确实给不到答案。当然，这就是我真实测出来的结果。如果对此感到怀疑，可以自己亲测得出结论。我也很好奇，到底是这颗 AL125 的体质爆重，还是 AL125 真的做得到了以下放散的新能力。不过还是要多提一句，那就是本次测试的所有散热器样品只有1颗，所以确实存在一定的体质差异变量加上测试的场景、机箱以及 BIOS 设定等，因此最终的测试成绩仅供参考。另外，为了给各位能够更加直观的体验这6款散热器的噪音表现，我这边也放出噪音演示给各位做参考。最后来说说售价VK-AL125 的官方指定售价为149人民币。实话说，在这个价格基础上，我还确实挑不出明显的短板。如果硬要我说，我会说可能会有人觉得不如直接砍掉这 1.6 寸的屏幕，将价格进一步拉低，性价比会更加的高。确实多了一个屏幕，看似是给了你多一个体验，但这个屏幕确实也太小了。只是考虑到149元的这个价格，实话说拿掉也不会让价格低于100元差20-30，我觉得就聊胜于无了。当做这个屏幕是送的就好了。而接下来我要说的是，我个人觉得 AL125 可以改进的点，也是唯一一个我觉得可以改进的地方那就是能不能够推出全黑版和全白版。那它既然都给了屏幕了，而且整体设计也还蛮耐看的，但黑色顶盖搭配银色的塔体就不是很高端的感觉为什么就不考虑做出全黑和全白的版本呢？哪怕售价高出一个20-30元，我都觉得会吸引不少人这一点 VK 可以考虑看看。至于无刮无屏幕同性能的低调版，我觉得这款就不需要这样做了，价格再低下去就很 low 了。现在这个 AL125 搭配这个价格，我就觉得只要做出全黑和全白版就足够了不晓得你们的看法也是否和我一样呢？
以上就是本次关于 VK A115风冷的体验相关内容非常感谢 VK 提供他们家全新的 A115风冷让我进行评测，同时也要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不妨点个赞，而新来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更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影片再见。